大陆间谍真的把台湾渗透成筛子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台湾现在最不需要的人物就是李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路透社20日引述了一下台方的官方文件说大陆间谍已经渗透了台湾军队上下了，连台湾这个所谓总统蔡英文身边的随从人员里边都有了。据报道在过去10年里边，至少21名上尉或者以上级别的在职的或者退休的台湾各级官员被判定涉嫌为大陆进行间谍活动，而且呢，至少还有9个人涉嫌与大陆的所谓间谍接触，并且呢接受了审判或者正在接受调查。最让台湾紧张的是呢，大陆已经渗透到了这个蔡英文身边那个维安小组，就是专门负责保护蔡英文那个小组。其中有一个是退伍的，还有一个是现役的中校。这些人的目标呢是搜集台湾的防卫规划、高科技武器的细节，以及腐蚀台湾领导人以及人民的战斗意志。一个中校军官怎么腐蚀蔡英文的战斗意志？台湾方面没有做任何详细的描述。但是他们说了，这种渗透后果非常严重，会让解放军提前了解这个防御计划、通讯密码、部队部署情况，那么台湾的各种地形优势、地理优势就不好利用了。而且呢，不忠诚的军官也会拒绝参加战斗。更要命的是，美国发现这个情况呢，必然对台湾心生怀疑啊。那么先进武器还敢卖给台湾吗？不敢了。台湾有了，不就等于大陆也有了吗？这个新闻呢，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的一些历史故事，什么1949年以前国民党机要电文室啊、总统侍从室啊，什么国防部里边到处都是地下党嘛。那几个国民党将军吵架吵了半天，还不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另外还有一次是国民党空军里边曾经有一个轰炸机飞行员，这个机组都是地下党，打算驾驶 B-24轰炸机去轰炸老蒋，结果起飞前发现飞机被破坏了。为什么？因为正好机场上有个地勤小组也是地下党，他们又不知道这个飞机起飞干嘛去的，还以为这个飞机起飞要去空袭中共中央，反正就把飞机给破坏掉了。因为互相不认识，一批地下党坑了另一批地下党，所以那个时代才真是把国民党渗透的跟筛子一样。这段历史可能是让现在台湾当局太有印象，所以紧张。不过呢，台湾的这个军政人员也应该看看历史的另外一面。傅作义身边有共产党，他女儿傅冬菊，所以解放之后他不是战犯，是水利部长。程潜、陈民仁他们是战场起义的，因为程潜的弟弟是地下党，那么所以程潜后来是人大副委员长，而陈民仁起义之后在解放军是上将，在解放战争末期还一路剿匪，平定了西南。所以凡是把身边地下党保护起来的、保护好的，都有起义待遇，不然就只能去功德林驻守小梅山。至于台湾现在抓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所谓大陆间谍，我们不做判断，只不过我们特别希望台湾的电视台把《潜伏》那部电视剧拿去播几遍，倒不是羞辱他们，而是有些情节可以帮助他们，真是为他们好，供他们参考。比如谢若麟为什么对余则成说，如果余则成是共产党，他不会去举报，而是会把余则成供起来，因为谢若麟很清楚知道他本人的利益在哪。而余则成的上司那位吴站长有句台词说，这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这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儿搜情报、抓间谍、查帮派，试图保住天津大堡垒，不滑稽吗？因为吴站长知道大事不可为台湾现在还在忙着抓什么大陆间谍，不滑稽吗？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台湾那些官员也该想想了，身边真要是有个大陆安排的共产党，这是多大的福气，多好的渠道能够在岛上通过政治斗争反复游走在国民党、民进党之间的政治人物，既然有本事走到现在的位置，按说脑子够用，脑子不笨，都应该明白得找点人给自己留条后路。好，关于台湾岛上的人现在还在号称抓什么大陆间谍，是不是真的不太聪明？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